1904年的巴拿马，像一个被诅咒的绿色地狱，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甜腥气，蚊子组成的黑云终年不散。法国人在这里留下了一场长达20年的噩梦，超过2万具尸骨，和一条挖了不到1/3，被丛林和黄热病彻底吞噬的运河。全世界都认定，打通2大洋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痴想。就在这时，一个名叫约翰·史蒂文斯 （John Stevens） 的美国工程师抵达了这片灾难之地。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立刻调动所有资源，继续法国人未竟的挖掘工作。毕竟，总统的命令是让泥土飞起来。然而，史蒂文斯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震惊了所有人：停止一切挖掘工作。他疯了吗？华盛顿的政客们怒不可遏，媒体的嘲讽铺天盖地。在所有人眼中，挖运河天经地义就该让泥土飞起来，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宝贵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看似与运河无关的事情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根除蚊子。他组织了数千人的团队，排干沼泽，清除积水，挨家挨户的 fumigate 烟熏消毒。他知道黄热病和疟疾的源头不除，再多工人也只是在为目的增添新的亡魂。第二件事是修建基础设施。他下令为工人们建造舒适的宿舍、食堂、医院，甚至是娱乐场所。他明白，疲惫、绝望的灵魂不可能驱动强健的肉体去创造奇迹。他要让这里从一个死亡陷阱变成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区。第三件事，也是最核心的一件，是重建铁路系统。史蒂文斯本人是铁路工程师出身，他敏锐地洞察到法国人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挖不动，而是运不走。挖掘出来的数亿吨土方，如果不能被高效地运离现场，就会形成2次灾难，反复塌方，让一切努力归零。他设计了一套前所未有的铁路系统，像一张巨大的渔网，精准地铺设在运河的每一个作业点。火车可以开到挖掘机的铲斗旁，装满土石后立刻通过循环路线运走，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他甚至发明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侧卸式车厢，让卸土效率提升了几个数量级。他做的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像是在绕路。当所有人都盯着挖这个动作时，史蒂文斯却在构建一个庞大的、精密的、能让挖这个动作自动高效发生的系统。他先为火车铺好了铁轨，才允许它开始奔跑。1年后，当这个系统搭建完毕，史蒂文斯才下达了那道迟来的命令，让泥土飞起来。奇迹发生了，曾经寸步难行的挖掘工作，此刻如同被按下了快进键，土石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运走，工程进度一日千里。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此刻只剩下目瞪口呆。史蒂文斯用一个看似荒谬的开始，向世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正的交付从来不是点对点地完成一项指令，而是构建一个能够确保结果必然发生的完整体系。它所展现的是一种超越了执行层面的，我们称之为体系化交付的顶级能力。它意味着你交付的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种确定性。你消除的不仅仅是一个障碍，更是对方心中所有的不安全感，让别人感受到只要有你在，一切都能搞定。这种凡事有我，必定妥当的掌控感，就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最强大的破局能力。我们身边充斥着2种人。第一种人像个永动机，永远在忙碌，永远在救火。你让他去了解一下市场上土豆的价格，他会真的跑到村头问一个商贩，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告诉你，老板，5毛钱1斤。
他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吗？完成了，但你内心深处却涌起一阵无声的疲惫，因为你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你不得不追问，只有这一家吗？最近天气对产量有影响吗？品质如何？这个价格有持续性吗？他茫然地摇摇头，然后你叹了口气，让他再去跑一趟。他就像那个初到巴拿马，只想着让泥土飞起来的普通工程师。他们把任务当成了结果，把动作当成了目的。他们是做事的人，忙忙碌碌，却总在价值链的最低端徘徊，用自己的辛劳去填补别人战略思考的空白。他们总需要一个像史蒂文斯一样的人跟在身后，为他们铺设那条看不见的铁轨。而第二种人则完全不同，你同样让他去了解土豆的价格，他或许花的时间更长，回来时却递给你一份简洁的报告。报告里不仅有几家核心供应商的报价对比，还有对近期天气、物流成本、市场需求的综合分析，甚至附上了一个初步的采购建议，哪个供应商的货源最稳定，哪个时间点采购性价比最高。你还没问出口的话，他已经给了答案。你隐约担忧的风险，他已经做了预案。他交付给你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价格，而是一个关于土豆采购的完整的闭环的解决方案。在那一刻，你感受到的是一种叫做放心的东西。这就是诚实的人，他们拥有我们常说的闭环思维，懂得以终为始。他们眼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指令，而是指令背后那个最终的目的。他们像史蒂文斯一样，虽然未必会去重建整个铁路系统，但至少会确保自己负责的这段路畅通无阻，万无一失。然而，在做事和诚实之上，还存在着第三个层次，一个真正能让你与众人拉开维度差距的层次。布施。什么是布施？如果说做事的人是在解一道应用题，诚实的人是在完成一张考卷，那么布施的人则是在亲自出题。他们思考的是如何构建一个能让同类考卷被批量、高效、低成本解答的系统。我曾经见证过一个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案例。一家初创公司，老板要求市场部负责人阿杰在1个月内策划一场线上活动，目标是新增5万用户。如果阿杰是个做事的人，他会立刻开始头脑风暴，想创意，写文案，找渠道，然后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扑腾，最后大概率会因为预算不足、资源不到位而搞得一地鸡毛。如果阿杰是个诚实的人，他会先拉着老板对焦，明确5万这个数字背后的商业目的，然后制定详细的方案，拆解 KPI， 协调内外资源，最终拼尽全力，可能真的能完成这个目标。公司上下会为他庆功，老板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干得漂亮。但阿杰是一个有布施潜力的人，他接到任务后没有立刻投入到具体的活动策划中，他花了1周的时间，访谈了公司几乎所有的老用户，并调取了过去1年所有的用户数据。他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公司超过 60% 的新用户都来自于老用户的推荐，但公司却从未有过任何系统性的激励措施。于是，他向老板提出的方案远不止于一场一次性的线上活动。他提交的是一个名为用户伙伴计划的系统方案。这个系统包含一套自动化的邀请与奖励机制，任何老用户都可以生成自己的专属邀请链接，每成功邀请1位新用户，双方都能获得明确的奖励，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一套标准化的分享素材库，他提前制作了数十种不同风格、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分享文案和海报，用户只需一键取用，
这大大降低了分享的门槛。一套可视化的追踪与反馈系统，用户可以实时看到自己成功邀请了多少人，获得了多少奖励。这种即时反馈极大地刺激了参与感。他告诉老板，我们与其花10万块钱去砸一场效果未知、无法复用的活动，不如花5万块钱把这个能持续产生新用户的发动机给造出来。这个月我们先不追求5万新增，我们把目标定为1万，但我们要把这个系统跑通、打磨好。老板被他说服了。第1个月，系统上线，磕磕绊绊，最终只带来了12000个新用户。一些不明就里的同事在背后议论阿杰雷声大雨点小，但从第2个月开始，奇迹发生了。这套系统在几乎没有额外投入的情况下，每个月都能稳定地为公司带来超过2万的新用户。半年后，公司的用户增长曲线呈现出一条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艳的陡峭斜率。阿杰并没有完成老板最初那个月增5万的任务，但他却为公司构建了一台用户增长的永动机。他交付的是一种势能，这就是布施的威力。他要求你跳出任务本身，像上帝一样俯瞰全局。你看到的不再是孤立的点和线，而是一张由无数节点和连接构成的动态的复杂的网络。你的工作不再是处理网络中的某一个拥堵，而是优化整个网络的结构，提升它的整体运载效率。这种体系化交付的能力背后是一种深刻的认知转变，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构建，从解决问题到让问题不再发生。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停留在了做事的层面，连程式都颇为费力，更不用说布施了呢？因为我们的天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节能倾向，我们害怕麻烦，渴望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路径去换取一个看得见的、及时的结果。思考一个系统远比执行一个步骤要耗费心力。就像史蒂文斯，他要面对的是地质学、流行病学、管理学、机械工程学等无数个领域的交叉难题，还要应对来自政治和舆论的巨大压力。这远比简单的命令挖土要痛苦得多。这种对麻烦的回避让我们习惯于线性思维，我们像一匹被蒙上了眼罩的马，只能看到主人皮鞭指向的方向，却无暇顾及脚下的路是否坚实，前方的天气是否晴朗。另一个心障是对责任边界的错误理解。很多人会说，那不是我的工作。他们把自己的职责严格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围栏里，生怕多做一点就会吃亏。这种心态在工业时代或许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但在今天这个高度协作、复杂多变的时代，却成了一种无形的自我设限。真正的高手心中都有一种无限责任的担当。当然，这不是让你去插手别人的工作，去越俎代庖，而是说，你的责任感应该穿透你岗位的边界，延伸到那个最终的共同的结果上。就像阿杰，他的岗位是市场负责人，但他却主动去思考了产品、技术、用户运营等多个环节的问题，因为他知道，用户增长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会让所有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他的行为看似越界，实则是在为最终的结果兜底。这种超越本质的思考和担当，恰恰是一个人顶级交付力的体现。它会让与你协作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的踏实，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只扫自己门前雪的自了汉，而是一个能与他们背靠背，共同抵御风暴的战友。当你开始从怕麻烦转向拥抱复杂，从守边界转向单结果，
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变化，你不再是被问题推着走的疲惫奔命者，你成了那个手握地图、预判风暴的航海家。那种发自内心的掌控感会成为你最强大的心理源泉。你不再焦虑于那些层出不穷的意外，因为你知道，大量的意外本质上都是系统不完善所导致的必然，而你的价值就在于构建一个更完善的系统，去吞噬掉这些不确定性。这是一种从打工者到架构师的心态跃迁。你不再仅仅是你岗位上的一个螺丝钉，你开始把自己当成这家企业、这个项目乃至你人生的总工程师。那么，如何才能修炼这种体系化交付的能力呢？它并非什么玄学，而是一套可以刻意练习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第一步是学会向上追问，探寻那个最初的为什么。接到任何一个任务，都不要立刻扎进去执行，先抬起头，找到那个给你下达指令的人，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一样，多问几个为什么。老板，您让我做这个活动，是希望解决品牌曝光问题，还是用户增长问题，或者是销售转化问题？您期望的这个结果，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公司哪个阶段的战略目标？这个过程不是挑战权威，而是对焦。它能帮助你跳出执行的细节，站在对方的视角，去理解任务背后真正的意图和渴望。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个连靶心在哪都不知道的射手，射出的箭再多，也只是在浪费力气。第二步是学会向下兼容，预判所有的可能是什么。在明确了为什么之后，你需要像史蒂文斯一样，开始在脑海中构建你的铁路系统。你需要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骑手，推演后面可能发生的一切。如果我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哪些人、哪些资源、哪些环节的配合？在每一个环节上，可能会出现什么风险？ A 计划失败了， B 计划是什么？我的交付物到了下一个人的手里，他会如何使用？他使用时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我如何能让他用得更顺手？这个过程是在用你自己的思考去填平协作链条上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坑。你做得越周全，整个系统的运转就越流畅。你的思考深度决定了你交付结果的顺滑度。一个顶级的交付者，他交出的东西一定是免维护的，对方拿到手，无需再加工，无需再确认，即插即用，甚至能超出预期。这种省心的体验，就是你个人品牌最闪亮的勋章。第三步是学会向后一步，构建自己的工具箱。布施的高手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就有意识地在构建自己的系统。阿杰之所以能提出那个用户伙伴计划，绝非一日之功，他平时就一定在大量阅读关于用户增长的案例，研究各种 SaaS 工具，并对自家的数据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这些积累共同构成了他的专业武器库。你也应该如此，把你工作流程中那些重复的、可标准化的部分都沉淀下来，变成你的模板、清单或者方法论。你写过的最得意的文案可以提炼成一个爆款文案公式，你组织过最成功的会议可以总结成一个高效会议检查清单，你解决过最复杂的客户投诉可以升华为一套客户关系修复流程。当你脑中的系统越来越多，你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质量就会发生质的飞跃。你不再是每次都从零开始的手工作坊，你成了一个拥有先进生产线的现代化工厂。归根结底，你的交付力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一个做事情总需要别人跟在身后擦屁股的人，他的存在对于一个组织而言
是一种负资产，它消耗的是别人的时间和心力。而一个拥有强大交付力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赋能，它能让混乱变得有序，让不确定变得确定，让身边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安全和高效。这无关你的天赋、背景或职位高低，它是一种你可以从今天，从下一件小事开始，就去修炼的品质。在你回复下一封邮件时，多想一步，对方看到这封信，是否还需要再回复一封来问更多细节？在你提交下一个方案时，多想一步，这个方案的执行者是否能清晰地理解每一个步骤，并预见到可能的风险？在你对家人做出下一个承诺时，多想一步，你是否为这个承诺的兑现准备好了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你人生的所有机遇，本质上都是世界对你交付能力的一次次质检。当你一次又一次地交付出远超预期的结果时，信任、资源和更广阔的舞台便会如潮水般向你涌来。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把最重要的事交给最让人放心的人。成为那个最让人放心的人，就是你打破人生僵局，向上突破的终极密码。这趟通往巴拿马的旅程，起点就在你脚下。